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时间是2025年9月9日。你在美国众议院的 UAP，也就是不明异常现象的听证会现场。没错，那场听证会当时真的非常受瞩目。对，然后大荧幕上正在播放一段来自也门外海的机密影像。你看到画面正中央有一个发光的球状目标，就这样子悬浮在半空中，是一种完全静止的悬浮状态。是的，接着一枚地狱火飞弹锁定了它。哇，那可是带着极大动能的致命武器哦。对呀，它直直逼近。你可以从画面上看到飞弹极限接近，甚至在我们肉眼的判断里，它已经命中了。看起来绝对是撞上去了。但接下来，预期中的撞击，还有爆炸或者是四散的碎片，通通没有发生，完全没有，没有爆炸，没有残骸，它彻底打破了我们所知的物理定律。所以今天我们要带你深入拆解这档不可思议的画面。没错，因为我们今天要寻找的答案，它不是科幻小说，绝对不是，它是一个极度浅味，但是在数学上完全站得住脚的几何问题。确实，我觉得很多人听到这边心里一定会想说，这会不会只是摄影机坏掉？这是非常合理的怀疑啦。或者是有意掩饰什么，硬扯一堆高深莫测的物理名词。说实话，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在我们熟悉的物理世界里，凡事都是要讲道理的嘛。当然，因果关系不能被打破。飞弹打中物体，能量总得有个出处吧？难道我们不能单纯的假设这个发光球体只是用了某种人类还没发明出来的超强材料？就像美国队长的泛合金盾牌那样，硬到连地狱火飞弹都炸不开。这个是一个非常直觉，也最常被大家提出来的猜测。但我们必须先厘清已知资料跟我们常规物理直觉的差别。怎么说？其实我们熟悉的物理剧本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的，就是宇宙中所有的物体，不管是飞弹、你、我还是爆炸的火焰，我们都共享着同一张时空网格。时空网格，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无边无际的方格纸，所有东西都在这张纸上移动。在物理学上，我们称这张共享的背景地图为背景度规。所以只要大家都在这张方格纸上，撞击就是撞击。没错，谁都逃不掉。碰撞一旦发生，能量就必须遵守热力学与动力学的铁律。能量守恒嘛。对，你刚刚提到的泛合金盾牌或是什么超硬装甲，其实他们都还是乖乖活在这张方格纸的规则里哦。也就是说，装甲再硬，它也只是把材料的韧性推到极限，去扛住那个爆炸。完全正确。如果它真的是某种超硬装甲，画面上一定会出现巨大的火球。没错，一定会有巨大的火球，因为飞弹的动能和化学能必须释放出来，只是目标物很硬，没有被摧毁而已。但是我们看那段影片，画面中最让人背脊发冷的细节是，根本就没有火球，一点火光都没有。这不是装甲很硬扛住了爆炸，这是爆炸根本没有发生。就是这个细节让常规的材料学解释彻底破产了。哇，所以连超硬装甲都解释不通了。对，那既然材料学解释不通，在我们直接跳到什么物理规则被打破这么疯狂的结论之前，我们总得先排雷吧？这是科学研究必须要做的，要先排除常规解释，对吗？比如有没有可能是某种极度先进的电子干扰，导致感测器拍到了错觉，也就是所谓的感测器欺骗？没错，因为我常常在 UAP 的讨论圈里，不管是论坛还是像那个 Skinwalker Ranch 那种电视节目，常常听到大家讲一个特定的频率。你是指 1.6 GHz 对吧？对，就是1.6 GHz，大家把它传得很神奇，简直就像幽浮的专属电子签名一样。如果当时现场有测到这个讯号，这能证明那是外星科技干扰了飞弹吗？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极端异常时，我们的大脑确实会本能的去抓住任何看似神秘的线索啦，就像抓浮木一样。没错，关于无线电频率 AARO， 也就是美国国防部的全领域异常现象解析办公室，他们在2023年的公开简报里，的确有提过部分 UAP 报告中包含了1到3 GHz 以及8到12 GHz 的无线电特征。等一下，官方有背书。那1.6 GHz 不就刚好落在这个1到3 GHz 的范围里吗？它确实落在范围内，但其实这里我们必须非常冷静地踩个刹车。怎么说？ 1.6 GHz 绝对不是什么神秘的外星专属标志。
真的吗？对，如果我们去查欧洲太空总署，也就是 ESA 的公开资料，你会发现像 Galileo 这样的卫星导航系统，就是欧洲的 GPS。没错，它日常使用的频带就落在 1.1 到 1.6 GHz 之间。具体来说 ，Galileo 的 L1 讯号精准度就是1575.42 MHz。等一下，1575 MHz， 这根本就等于1.6 GHz 嘛，这完全是重叠的啊。是的，所以照这个逻辑，那些所谓的优福电子签名，搞不好只是因为外星人刚好在用欧洲的 GPS 导航。哈，当然不是啦。这正说明了为什么单靠一个频率完全无法推论出这是非常规来源。了解。身为科学研究者，我们看数据必须更严苛。我们量测到这个讯号时，它有没有跟异常画面的发生完美同步？它有没有明确的方向性？我们排除了附近的军事通讯或者是民用导航设备造成的常规干扰了吗？必须要先做这些确认。对，在确认这些条件之前，直接把 1.6 GHz 当成优幅的证据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对这类讯号必须保持极度保守的态度。好，所以既然 1.6 GHz 很大几率只是我们自己地球上的讯号干扰，是的，而刚刚讲的没爆炸这件事又排除了常规的装假假说。说真的，我们在常规物理的工具箱里已经找不到工具来解释这个画面了。确实是这样。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你之前在笔记里跟我提到的一个叫做 PTQ 的理论视角。没错，就是那个 PTQ 理论框架。我跟你说，这几篇理论物理的文章真的超烧脑的。确实不太好啃，但他们的切入点很有意思。他们不再讨论目标有多硬了，对，他们讨论的是它如何与我们这个世界的物理规则产生后合。没错，论文里面反复提到两个概念，一个叫做度规边界，英文是 metric boundary， 还有它背后的驱动机制叫做 epsilon 场。这个度规边界听起来就很抽象，我试着用一个大家比较好懂的情境来转换一下哦。好啊，你说说看。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在玩同一个大型的多人线上游戏？本来呢，飞弹啊、空气啊，还有我们都在同一个官方伺服器里面，都在同一个宇宙里。对，然后大家都遵循着背景度规，也就是同一套程式码写好的碰撞物理引擎。把背景度规比喻成官方伺服器的物理引擎，这个切入点非常好懂。可是这个发光的球体，它并不是把自己的协调改到无限长哦，它是直接利用那个你刚刚说的 epsilon 场，在自己的周围画出了一个局部的外挂房间，一个拥有自己规则的空间。没错，这个房间有它自己的一套有效度规。所以当飞弹从官方伺服器飞进这个外挂房间的时候，外面的碰撞规则根本就进不去。完全正确。在相对论的几何框架下，这就意味着球体周围的时空曲率，甚至是那些最基本的交互作用常数，都跟外部产生了一个断层。一个物理规则上的断层。对，这个断层就是论文里面提到的度规边界。当飞弹进入这个边界的时候，它并不是撞上了一堵实体的墙壁，而是进入了一个物理语法完全不同的区域。没错，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下，命中并不等于爆炸。因为在那个外挂房间里面，飞弹的动能和化学能突然之间失去了与目标交互作用的媒介。可是我其实很好奇，这在微观层面上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因为飞弹明明在物理上就已经贴在目标的脸上了。理论推演把这种现象定义为核核抑制，也就是 coupling suppression。核核抑制，这要怎么理解？你想哦，在我们的常规空间里面，两个物体为什么会撞上？那是因为原子外层的电子云在互相排斥嘛。对，这是最基本的化学物理反应。但是在度规边界里面，这个局部的交互作用截面被 epsilon 场极端的压缩了，这就导致外来的能量完全没有办法有效的跟目标本体的粒子产生电磁扣合。等一下，也就是说，从量子层面来看的话，飞弹的原子根本就看不见也摸不到目标的原子，所以它那股巨大的力量完全无处宣泄。对，能量确实没有办法灌入目标的本体里面，但是这就衍生出一个更巨大的物理矛盾了。什么矛盾？能量守恒定律啊！物理学是不允许能量凭空消失的嘛。那枚地狱火飞弹的动能加上炸药的潜能，这股庞大的能量既然不能往目标身上砸下去，那它总得找到另外一条出路吧？对啊，能量不可能就不见了，所以这就引发了论文里面推演的第二种现象，对不对？没错，也就是相位重分配 （phase redistribution）。对，我就在想，如果它不能往里面炸的话，那我们画面上总该看到一点火花，或者是某种冲击波往外扩散的样子吧？这正是几何边界最反直觉的运作机制，
你想想看，当那么庞大的能量接触到镀硅断层的时候，它其实是被迫沿着这个被扭曲的几何梯度去滑行的。滑行。对，本来应该集中在一点，然后瞬间爆发的热辐射跟冲击波，直接被那个边界层给重新分流了。哇，所以能量是被导开了。没错，能量可能转换成了现有的军用可见光或红外线摄影机完全捕捉不到的低能频段，或者呢，它就是沿着边界的尾基，以一种极度平缓的方式，直接消散在周围的大气里面了。原来如此耶，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看那个听证会影片的时候，会有一种极度诡异而且违反直觉的平静感。对，因为你的大脑预期会看到爆炸。没错，我们的大脑跟常识都预期会看到一个向外猛烈膨胀的巨大火球嘛。但实际上，那个能量就像是水流遇到了一个极度光滑，而且还带有某种斥力场的鹅卵石一样。水流就直接顺着无形的边界无声无息地滑过去了。这个比喻很精准，真的有够神奇。其实这个滑行的现象啊，它不仅仅是作用于能量的释放而已，它甚至作用于飞弹这个实体本身。连实体也会滑开？对，这就带出了这份资料里面最核心但也最颠覆的一个概念，叫做局部测地线改写。局部测地线改写听起来有点硬，这具体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平坦的时空里面，一个没有受外力影响的物体，它会沿着直线前进，对吧？这条直线在广义相对论里面就被称为测地线。哦，所以对飞弹的导引系统来说，它一直都以为自己正沿着完美的死亡直线直扑目标的中心点飞过去。没错，但是在 Epsilon 场的作用下，球体周围的时空其实已经被严重扭曲了。被扭曲了，像那个常见的弹簧床比喻吗？对，你可以想象，在一张平坦的弹簧床上放了一个极度沉重的保龄球，那它周围的床面就会深深的凹陷下去嘛。空间弯曲了。所以对飞弹来说，它确实在走它自己的直线，但是在那个局部被扭曲的空间里面，那条直线其实已经变成了一条绕过目标表面的完美曲线了。我的天呐，等一下，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些不明飞行物的影片里面看到飞弹或者是其他物体，在最后一刻好像突然滑开，或者是擦过目标。那根本不是因为飞弹打偏了，也不是因为目标动作太快闪开了，而是飞弹在那最后的1微秒，顺着那个被扭曲的空间轨道直接滑过去了。对，就是在那个局部的泡泡里面，直线的定义已经被彻底改写了。其实飞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它很忠实的走完了它的测地线，只是这条线不再通往毁灭而已。哇，这真的太震撼了！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高来看哦，我们一直以来好像都把这些现象搞混了。怎么说？就是我们平常看这些 UAP 的报告，总习惯把事情分成2类嘛。一类是它飞得很奇怪，像是突然直角转弯啊、瞬间加速啊、无视惯性之类的，我们就称这个叫做异常机动。对，推进系统的反常。然后另一类呢，是它防御力超高，好像怎么打都不会爆炸。我们一直以为这是2种截然不同的尖端科技。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 PTQ 理论的视角，把刚刚提到的口和抑制、相位重分配还有测地线改写这3点统合起来看的话，你会发现一个极度优雅的物理学结论。什么结论？就是异常机动跟无敌防御，它们根本是同一种底层机制的2面。等一下，你的意思是推进系统跟防御系统其实是同一套东西？对，这就是理论物理学家所说的几何工程。几何工程？没错，当这个系统处于航行状态的时候，它透过改写周围的时空曲率，让自己不再服从地球大气的阻力和常规惯性，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那种无视物理法则的无轨迹乱飞。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当它面临外部威胁的时候，同样的时空曲率机制就改写了能量沉积的语法，让外来的实体和热能顺着那个边界直接划开。这真的把我们对这些现象的理解拉到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当初你寄这叠资料给我们的时候，我还以为我们只是要来讨论某种高科技的新材料，结果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对啊，结果我们实际上是在讨论如何利用几何工程去篡改宇宙的原始码。这根本不是在比谁的引擎推力大，或者谁的盾牌比较厚，这是在跟宇宙争夺物理规则的定义权呢。确实是这样。不过呢，在我们把这个视角无限放大之前，有一条严格的科学界限，我们还是必须替听众守住了。理智线还是要接回来。对，这些基于 PTQ 框架的推演虽然是非常优美而且逻辑自洽的理论数学，但是目前包括听证会影片在内的公开观测资料，依然受限于解析度还有感测器的种类，就是证据还不够明确。没错，
我们还不能把这些理论推演当作是已经发生的既定事实，然后跑去宣告说物理学已经被彻底颠覆了，这是不行的。没错，维持怀疑跟严谨是我们拆解这些资料的核心嘛。我们今天不是要强塞给你一个斩钉截铁的科幻结论，对的。但是你提供的这叠资料确实给了我们一个极具价值的第三种选择。当我们下次再次面对这些无法解释的画面时，我们就不用再痛苦的二选一了。对，不用再纠结于说这到底是摄影机又坏了，还是这是一艘有着无坚不摧金属装甲的外星战舰。没错，它让我们意识到，当我们面对真正的高等技术边界的时候，我们用来提问的语言可能本身就带有局限性了。因为到底打中了没有？这句话本身就是建立在常规物理上的问句，但在那个局部的度规边界里面，这已经是一道失去意义的假议题了。真的，今天这场拆解，我们把视角从单纯的爆炸与否，拉伸到了物理法则是不是能够被局部改写的这个层次。这是一个很深的角度。对啊，你想想看哦，如果宇宙的物理语法真的可以被当成参数一样，包覆在一个局部的泡泡里面随意调整的话，那么空间的扭曲必然会伴随着另一个我们更熟悉却也更敬畏的东西的扭曲。没错，只要空间的几何曲率发生了极端的改变，时间的流逝速度也绝对无法幸免。对，所以当你今天走出家门，抬头看着天空的时候，不妨在脑海里咀嚼一下这个画面。如果那个发光球体的内部真的存在着一个观察者，在那个被 Epsilon 场紧紧包覆、物理语法完全被重写的微型宇宙里面，当他们看着外面那枚地狱火飞弹缓缓划过的时候，他们感受到的时间流逝还跟站在地球上的我们一样吗？这是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没错，这是一个值得你好好留在心里慢慢推演的问题。那我们下次见。